大家好，我是雪伦。今天创世小夫妻要跟大家分享6个小技巧，让大家可以轻松存到旅费哦。运用这些技巧，可以让你不知不觉累积到财富。也会跟大家分享理财非常重要的基本观念。存到钱就去旅游犒赏自己吧！耶！第一个是记账，记账在初期的阶段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哦。记得记账指的是逐笔记账。那如果说我在没有记账之前啊，我可能每次回到月底发现，奇怪，我这些钱到底都花去哪里了呢？我们要先了解我们每个月的平均开销，我有哪些固定的基本开销，比如说像是伙食费啊，或是交通费，那这些就是固定的基本开销是避不了的。可是老婆，我觉得逐笔记账不就有点累吗？有没有什么更快速的记账方式？记账还是很方便啊，就现在有很多的手机 app 嘛，你就可以选一个，我觉得不用选到功能非常的花俏很多的那种，不需要。我们只要基本记账功能，因为有的手机可能你的手机的效能不是很好的话，打开 app 要花很久的时间，你就会懒得记账。那我会觉得说，有的时候可能时间上不足，你开 app 的时间可能也觉得嫌麻烦。我觉得可以用录音的方式录下整天的花费，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统一在 app 一次记账，这样是不是会节省非常多的效率？这方法是还不错。那有可能说，我记了账之后，算算发现每个月存到的旅游基金非常少，那这时候你的记账功能就可以派上用场，我就可以从我的记账清单里面啊，去检视一些不必要的花费，那哪一些是可以降低你的支出。每个人都每天有一些固定的花费嘛，比如说去星巴克买咖啡，那可能说你就想说去星巴克要绕比较远的路，有时候我觉得很偷懒，那我就可能改去超商比较近的路去买比较便宜的咖啡。你可以想想看，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其他可以比较费用没有那么高的替代品？我之前上班的时候，为了减少花费，我虽然也可能很想喝星巴克咖啡、伽马咖啡或是路易莎咖啡，我可能就一次买超大的。那今天可能我喝的量没有这么多，可能喝了1/2，我可以把它拿去冰箱冰存之后，明天又可以喝到咖啡。但是等于说我一次花比较大笔的支出，可以让我2天都喝到咖啡，那其实不就省掉第2天的钱？就是适当跟适量的方法。当你开始习惯记账之后，等于你可以控制你每个月的花费上限。以前呢，曾经有一个实验，研究人员呢，他发现在同一个社区里面，某一群住户他们的电费总是比其他邻居少3成，而且这个社区的房子明明就是一模一样的哦，电价也是一样，但是怎么会偏偏某一区的它的电费总是比较便宜？研究人员发现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他们电表摆放的地方不同。一个电表是安装在地下室，那一个是安装在楼上的走廊。所以当记录方便追踪的时候，我们人就很容易因此而改变行为。因为你可能看到说，哇，我今天的电表怎么已经用到那么贵了，你就可以减少使用电的电量。因为你看到了，你发现了，所以你就会去改变自己的行为。这就跟为什么记账很重要的原因。第二个是分辨想要跟需要。那如何分辨想要跟需要呢？最快速的方法，当你没有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有办法继续生活吗？需要就是指一些生活上的必要消费。那如果少了需要的物品啊，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或健康。比如说吃饭啊、喝水啊，这些就是需要。那想要是不必要的消费。如果说我没有买这个想要的东西，它不会影响我后续的生活，只是当下影响了我的心情。先扪心问一下自己的这个商品到底是不是真的你需要或是想要。那我还会再建议再做另外一个方式做区隔，判断这个东西它是资产还是负债。然后像大部分呢，我们会说，车子是负债，因为它一落地就折旧了。不过还是要看购买的目的。假如说我今天这台车是要拿去送货或是载客人，可以帮我赚钱，那骑车子就算是生财工具。那再打另外一个比方好了，像是买衣服，有的人会想说啊，衣柜已经这么多衣服了，可以不用买吧？但是一套好的衣服可以衬托你的个人价值，你可以穿这套衣服去面试，或是说向客户提案，而不是穿一些什么破破烂烂、旧旧还脱线的衣服去。因为这样第一印象会马上被扣分，而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资产，所以为什么说投资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事情？根据研究报道，他见面的第一印象真的占这个人
给你之后的印象其实就非常非常重要了。就有点像金城武今天如果穿吊嘎，没有，大家都说金城武穿吊嘎还是很帅。哦，那是个人气质，没办法。但是如果今天像我们这种长得比较普通的对我们男女，那我觉得第一印象他在衣服的穿搭来讲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给他印象是好的。虽然你可能你的颜值没有像金城武这么高，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衣服的穿搭干净度让人家觉得是舒服的。不是男生女生，我们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衣装。第三个是旅游基金账户。现在我们很清楚，我们的目标是想要存钱，这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未来更美好的长远计划。不过在生活中啊，有处处充满着诱惑，你可能会看到一件很美的衣服特价，想说哇不买好可惜哦。那通常这种立即性的满足，它会阻碍你的计划，因为这是人类大脑的天性，喜欢立即性的满足，胜过长远的报酬。就明明像我们知道说，过度饮食可能会导致我们肥胖，但是还是克制不了你，因为可以当下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啊。食欲是最难控制的。我记得蔡依林曾经说过，她在控制她的心中所有欲望来讲，食欲这件事情是最难的，因为它取得容易，然后单价也便宜，所以很容易说你遇到挫折或者是沮丧的时候，你就会想找东西吃。我就想要暴饮暴食，补偿我自己的心灵。所以晚上要吃炸鸡啊。会不会发现晚上想要吃韩国炸鸡？回到我们前面讲的，节食瘦身，它不是一个可以立即见效的成果，它是需要长时间的维持控制。所以类似的情况，就像我今天想要成功的执行存钱的计划，我们要让存钱这件事情变得可以得到立即性的回馈。那怎么样立即性的回馈？比如说，我可以开一个旅游基金账户，然后你就用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命名。像是说我想要开一个日本旅游基金账户，那我的存钱策略是跟老公少去一次外面餐厅吃饭，我就转500块到我账户。哦，所以就变成定时老婆要提醒我，我们现在旅游基金账户有多少钱了？其实你钱存进去的当下，你就立即回归说啊，想的说，这个实体的账户已经多了一些钱，就觉得还蛮有实质的回馈感这样子。你就转到那边去，你就想说啊，我们离去日本旅游更近了。那第4个小技巧是控制现金量。控制现金量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周或每个月只提领少部分的现金放在钱包内，把你的钱财视觉化。那每次在消费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拿出钞票前，你就会很清楚发现啊，我的钱包剩下了多少钱，这样就也很容易改变我们的消费行为。月底的时候发现，我只剩几张100元钞票，我就可能会去避免上餐厅啊，或是一些不必要的消费。还有另外一个小技巧是，会建议大家在钱包里面放500块或是1000元大钞，因为有心理学家发现啊，大部分的人会把这种大钞视为特别的钱。我要拿出它之前，我会先犹豫很久，到底要不要花它呢？这样子也可以控制我们的冲动性消费。第5个小技巧是目标醒目，让你的目标显而易见。其实这跟我们前面讲记账是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。把你最重要的目标写下来，贴在每天可以看得到的地方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在朝什么样子的目标迈进，可以更积极正面的放弃一些不好的花钱坏习惯。其实这个方法不仅限于旅游基金，也可以用在你想要存钱买房啊，或是提早退休，久而久之会慢慢改变你的消费行为，把你的行为导向正确的目标迈进。第6个是开源。那像一般上班族，他的薪水是固定的，我再怎么努力不吃不喝啊，我可能每个月可以存下的钱就是这么多了。如果开源节流能够双管齐下的话，我们存钱的速度可以越来越快。那现在网络很发达，其实有很多打工平台啊，或是兼职的工作机会，都是可以额外帮自己加薪的。上班之余啊，下班的时候，有人很多回家看剧、打电动，也或许可以花一点时间充实自己。那当一个技能你充实到一定专精的程度之后，或许他就可以去做所谓的兼差，或是去做教学，帮自己谋取其他的副业收入。我觉得在之后未来人生道路上，就相对的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如果大家有其他更棒、更有效的存钱小方法，可以在下面分享给我们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存到钱，朝自己的目标迈进哦。觉得影片不错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下集精彩内容哦。下集见，拜拜。